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年会举办前夕，老板说年会费用申请太贵，举办个年哪里会需要那么多费用，肯定有人收回扣了。经过高层一致同意，决定将我这个年会负责人换掉。没想到换人后，整个公司瘫痪了，连老板都换人了，我升职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你看看你做的好事。啪！一沓费用申请单被用力地甩在桌上，一时愣住。刚到公司就被财务通知进会议室，一进门就听到老板的大声呵斥，让我看看自己做的好事，还以为我犯了什么大错，连忙拿起桌上的资料。这不是年会费用申请单吗？难道金额填错了？酒店场地、吃饭费用申请没问题，场地搭建、节目安排费用申请没问题，抽奖环节、礼品费用申请没问题。连续检查好几次都没发现有任何问题。正当想提问到底哪里出现问题的时候，老板又生气地说，不知道公司今年亏损很多吗？年会需要那么多的费用？我很无语，往年都是这个费用预算，今年也没收到缩减费用的通知，其他部门也在煽风点火，真的太不体谅公司的处境了。果然不是业绩部门，不知道搞业绩有盈利多么不容易。老板的脸色越听越黑，顿时明白今天就是想将气撒在我身上，只好赶紧连忙弯腰道歉。老板真的对不起，年会费用我这边再回去调整下。老板不耐烦地打断我说话，并下了决定，这次的年会就交由财务负责。众人一看老板这么重视财务，采购部经理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口领了抽奖环节礼品的任务，说采购部手上有不少的供应商可以打折。其他部门一听，立马也领取了任务，并保证一定能协助好财务。公司的年会不仅是奖励员工的晚宴，更是公司重要的客情维护环节，展示公司财力实力的重要机会。每年更是吸引了不少新的客户。年会质量下降可能会影响明年的业绩。财务一听高兴极了，立马谄媚地向老板保证，今年肯定把年会的费用下降50%。以往每个部门都是袖手旁观的，我顿时心中不服气，现在那么配合。前几年我申请过要增加年会费用，就被驳回，费尽心机对比多家酒店、场地搭设和节目经纪人，每逢节日都送礼，私下吃饭维持关系，才能以这么经济的价格举办成功。其他公司举办同规模年会都是2倍以上的费用。我张嘴还想说点什么，老板就直接让我滚出去。回到工位上，都还没从把年会这个烫手山芋扔给别人回过神来，年会事情又多又繁杂，年会一天就得筹备1-2个月，忙了一天还一口热饭都吃不上。众人出来看我呆愣坐在工位上，财务还走过嘲讽道，年会不就是吃一顿饭的事，居然就敢申请那么高的费用，平时里花不到那么多的钱，就借着年会拼命花是吧？其他人虽然没走过来嘲讽，却都在私底下流传说我肯定操办年会收好处了，真的一口难辩。会后，秘书小丽悄咪咪地告诉我，新来的财务是老板的小姨子，这是老板的第2任夫人。前任夫人被小三上位后，直接分割了股权到国外。小姨子正愁怎么在姐夫面前好好表现，就遇到我刚提上去的年会费用申请表，跑到老板面前一顿吐槽，说什么场地费用需要几万，
什么节目表演、拍摄、摄影需要几万，说我肯定欺骗老板，不懂实际价格。公司今年本就盈利不太好，新公司的诞生瓜分了公司一部分业务，老板正愁着怎么节流开源。一听到小姨子的话，就直接炸了，觉得很有道理。那是因为他们不懂行情。5星级的酒店专业的摄影师都是包装展示年会的重要手段，凳子都没坐热，就接到据酒店总监打来的电话，今年年会换人了，你怎么知道？怎么他们收到消息的速度如此之快？紧接着他就发我一张朋友圈截图，有些人仗着不是自己的钱就随意乱花，一点都不顾及公司情况。今天被委以重任了，给大家看看什么是经济实惠的年会。小姨子平日里喜欢聚酒店下午茶，就添加了销售经理的微信。销售经理刷到这条朋友圈，就立马截图给总监看。毕竟每年公司年会都是在聚酒店举行的，大家也算熟悉情况。看到这条朋友圈，简直气炸了。年会花的钱是进我口袋了吗？我强忍住心中的怒气，简单的回复了据酒店总监，跟他说今年可能没机会合作了，下次私下请他吃饭。同步的，我也跟以往的合作商一一打电话解释清楚，毕竟年底各大公司都是年会盛典，都是大家赚钱的好时机。紧接着小丽又发我几张图片，财务新建了一个群，名字叫年会筹备群，群成员包含了公司的全部高层，却唯独没拉我。还有一些新的场地负责人、奖品供应商进群，让大家熟悉，开始分派工作。群里大家都积极响应，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小丽吐槽道：“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FDL 大酒店最美摄影，我看了回复的微信名，我们城市还有 FDL 大酒店，怎么我都没听说过？我问小丽，这些供应商都是哪里来的？小丽说，都是财务直接拉进来的，就连销售总监看到这些群名字，都忍不住跑来向我打听。这是什么酒店？怎么我没听过？笑话，刚在会议室，怎么不见你出声？新开的酒店那么多，你每一家都知道吗？销售总被我对完后，也不再八卦了。年会的进度，老板时不时会过问，财务都拍着胸口说让老板放心，肯定是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肯定能给大家惊喜。看着财务充满自信的样子，老板也不再追问有没有收到年会彩排通知。以往的年会都是会提前安排好流程彩排布置的，但今年大家都没接到彩排通知，让大家都忍不住去打听。但是财务保密性做得极好，任何人都没打听到一点消息，就连小丽也私底下悄咪咪地问我，知道年会什么消息吗？不用彩排，不用对流程，太省事了。说完才惊觉地捂住嘴，眼里看我充满歉意。我无心他说了啥，只是心中充满疑惑。财务难道是什么神人？确定年会可以一次过，就算身经百战的策划人都不敢这样子做吧。很快到了年会当天早上，全部人接到财务在总群的年会地址定位，悦美度假村 FLD 大酒店。一看距离公司1小时车程，可是公司周边什么时候多了个度假村？大家顺着财务给的定位去找酒店，导航显示在附近，但是大家找了半个小时都没找到所谓的度假村入口，更别提什么 FLD 大酒店。最后还是忍不住打电话给财务，说实在找不到地方。他不知道去哪里找到了一位大叔，找到了我们的车子，引着我们在乡间小路上兜兜转转，
最后停车在一栋办公大楼前面，众人还以为是大叔带错路了，不是度假区吗？怎么来了一栋乡村办公大楼？正想问他是不是搞错了，财务刚好就从大楼里走出来，一边走还一边说道：“定位都发给你们了，居然还找不到，快点进来，等会儿客户们都要到了。”大家按捺着心中的疑惑，走了进去。走近一看，门口挂着福德楼菜馆的牌子，难道 FDL 就是福德楼？大家都愣在原地。财务见我们都不动，趾高气扬地说道：“赶紧的，拿着公司钱不干活吗？”催促我们赶紧进去摆放好礼品，准备接待客户。一进门，大家更是傻眼了。一个正方形的自建房大厅摆满了酒席，周边窗户挂满了红色帘布，地上铺着红地毯，一次性的大红桌布，满场的红色塑胶凳，圆桌上摆放着组合装碗筷，还要自己手动拆除洗碗。行，这是妥妥的农村结婚流水席。后我们一脚的销售大队也进场了，销售总监脸都是黑的，开口就想大骂这是怎么回事，阳光呢？多明媚。而我在烂泥堆。某个电话铃声响起，接连不断的电话接着响起，客户们找不到场地，以往都是在大酒店举行，给客户的邀请函里还附上了路线和停车地点图。快快快，赶紧把引领客户过来，今天谁敢得罪怠慢客户，明天就不用来见我了。销售总吼着说，心中肠子都悔青了。销售部同事一听，快步往外跑，毕竟大家可不想明天就失业了。什么鬼地方？你们公司穷得要破产了吗？刚有客户踏进会场，就很是厌烦说道。销售同事支支吾吾，不知如何解释，着急的豆大的汗珠都布满了他的额头，眼神望着销售总寻求帮助。销售总背后冷汗都出来了，一味僵硬地笑着。这是最新的纯天然有机年会，感谢老板的到来，这边请，我们引您到座位上。我快步上前解决了客户的提问，弯着腰陪着笑引领他。客户脸色不愉，却也忍耐了下去。销售总向我投来感激而又有一丝愧疚的目光，我当看不到。当初在老板面前打小报告也有他的一份，努力工作不掉链子，是我良好的个人职业素养，并不代表我不记仇。我回到大厅门口，拿着座位表，继续引领到场的客户。前排主座突然发出了争吵的声音：“你们公司现在是发展起来了，看不起我们欧文集团了，对吗？”欧文集团的总监对着我们销售部某位同事大发雷霆：“不，这怎么会？欧文集团一直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非常看重跟欧文集团的合作的。我们现在连主桌都坐不上了，还要跟不知名的人坐一起。”同桌的人听到欧文集团总监的发言，脸色不愉，有人想开口反驳，却被旁边的人按住了。销售总风风火火的，不知道从哪里快速赶来，衬衣后背都是汗浸湿的痕迹。欧文集团是我们公司的首要客户，占据了我司30%以上的业务量，得罪了欧文集团，他这个销售总也做到头了。可是也没人说得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贴心地把座位表递过去给他看，哪个狗东？销售总大怒，气得把座位表都捏成一团，口吐芬芳，又硬生生地忍了下来。不好意思，真的非常对不起，欧总监，这是手底下的人安排错了，给您赔礼道歉，今晚自罚3杯。欧文集团的老总还在气头上，仍然无动于衷。销售总咬咬牙，之前谈的那个合作，或许金额方面可以再协商一下，
听到这个，欧文集团总监才挑了挑眉，顺着台阶去了主桌席。销售总牙都要咬碎了，利润降低了，等于到手的提成减少了。我在一旁看着笑话，心里舒坦一点。落座的客户越来越多，现场不停地闪起手机拍照灯，带着惊讶的目光，不知道去哪儿的财务这会儿冒出来站在我身旁。财务看着满场的拍照打卡，开心的不得了。看看我举办的年会多好，大家都打卡留念。所以说搞年会哪里需要大酒店，哪里需要花费多么多的费用，简直就是浪费公司资源。大家笑得多开心，我心中不耻，脸上却还是带着微微笑容。多年的打工人生涯早就练就了一张刀枪不入的假笑脸。财务还想对我说点什么，刚好大老板来了，他立马花枝招展地迎了上去。老板的脸色如常，但周身气息有点低。财务还眼色地在旁边邀功，老板没理他。老板，这年会办得可好了，大家都猛猛拍照，径直往里走。等看清楚了内场的布置，脚步一顿，身形一僵，众人纷纷看着他。老板很快调整好自己，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微笑，举起左手和大家打招呼。如果不是右手一只手在拳头握紧，我还真的以为他有颗强心脏。一进场，大家给予老板热烈的掌声，让老板的脸色终于有所缓和。等到老板就座，年会就正式开启了。主持人还是上一年主持年会的俊男靓女。接下来，让我们开启这个精彩纷呈的年会吧。请大家欣赏节目《龙骨》。本以为是大气磅礴的开场，接着是5位刚毕业样子的小姐姐上场。等他们在场上站好位置了，音乐都响起了，却还没有人把班鼓上去。有好事的都忍不住半站起身子，探头看着场边。只见5位小姐姐把身后的小鼓往身前一拉，直接用小军鼓开场了。这不是小学仪仗队升旗或者搞活动用的吗？噗嗤，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又快速地用手捂住嘴巴。小军鼓的音量连嘲笑声都没遮盖住。老板的脸色已经僵了，双手都握紧了拳头。开场舞结束后，主持人都没回过神来，还是旁人小声提醒，拉回思维，就是读主持稿没之前流利顺畅了。下一个节目是领导发言。老板从座位上台，不小心被踉跄了一下，他可能从没走过那么矮的舞台。主持人连忙上前稳住他的身形，他拿起麦克风，正准备开始画今年的大饼。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今年我司感谢各位客户的合作，员工的辛勤，才令我们公司非常的……嘿，这什么东西啊？原本粘在舞台背后的帘布突然掉了下来，直接盖在了领导头上。主持和财务第一时间冲上舞台，想帮老板扯下来。只是这窗帘布不知道多久没清洗，背后满满的灰尘。可嗨，老板，嗨，我来。两人一拉漫天灰尘，被呛得眼睛看不清，还疯狂咳嗽。快点！老板的声音震怒，财务也顾不了那么多，直接用力一扯。老板被一扯解救了出来，整个人落汤鸡一般，头发耷拉，礼服脏乱，脸上也是东黑一块西黑一块。老板还没从被砸中回神过来，就看到其他的帘布像多米诺开了个头，从舞台中央蜿蜒到两边，全部一起掉下来。有客户惊讶，这是什么特别环节吗？我第一次见。打水漂倒吗？老板气得直接从台上转身离开。财务原本愣在原地，看老板离开，他快速地跟了上去，留下台上一片狼藉。
我给另外一个女主持人打了个眼色，多亏上一年有配合，女主持人心领神会，马上上台救场。我赶紧让酒店上菜，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只是刚发生的事情已经有不少人录像了，大家都纷纷拿起手机快速地分享八卦。一群大姨听到指令后开始端着盘子上菜，有些菜叶子长得太长，甚至都落不进盘子，在空中飞舞着，直接一甩就落在红毯上。大姨们不在乎的一捡，直接放进胸前围裙里面，又拿起一块黑不溜秋的布，随意一擦，大拇指直接泡在盘子里，就给众人上菜了。就差蚊子跑来祝贺了，大家简直没有放下手机的机会，又把服务上菜拍了一波，一道一道菜色随着好服务摆上桌子，烤乳猪、梅菜扣肉，这些菜色越看越熟悉，就是乡下结婚的流水宴吗？耳边开始传来嫌弃的吐槽，这什么东西啊？这公司要破产了吗？是不是我们还得随个份子钱？我看了眼桌上的菜色，白白的猪油直接飘在上面，不知道摆放了多久。蔬菜青黄不接的，基围虾缺头短尾，鱼还翻着白眼。有人用筷子撩了几下菜，从中还找到了一根头发。哦，老板那桌，领导们手都没碰过桌子，销售同事们不断地在各桌鞠着腰，陪着笑脸，讨好着，脸都笑僵了。现场的氛围冷淡到不行，主持人连忙把抽奖的环节提了上来，这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台下的氛围终于有些活跃。我们公司的年会礼品在行业内出了名的是高质量、高价值，随意的一份都等于普通公司的打工人1个月的工资，更别提还有各种现金大奖。主持人见台下有所活跃，主持的音量也开始高涨起来。今晚我们的奖品分别有声音由高到低，越来越小。旁边的女主持人看他不对劲，连忙查看主持稿，脸色一变。男主持人求救的眼神望了望台下的我一头雾水。今年的奖品可是采购部和财务决定的，但是以采购部多年来的经验，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读。5等奖，充电宝1个；4等奖，保温杯1个；3等奖，电风扇1个；2等奖，奖金500元；1等奖，奖金888元。主持人读完，全场一片静默，还说什么大公司？年会的奖品连我们这种小公司都不如。不知道哪个人忍不住吐槽道，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奈何现场太安静了，全场人都听到了。刚整理好自己的老板一回到座位就听到这句话，脸直接黑了。我都感到脸上一阵热意，一所大公司也太拿不出手了吧，心中失望极了。就在这时，在外面接了个电话的欧文总监气冲冲地大步走了回来，头一回看到他如此失态，冲着老板和销售总监直接扔下一句话：我们的合作终止，头也不回的直接离开年会。后面还有个女的追着出来，拉起财务的手看向离开的总监背影，激动地说道：妈，我就要刚刚那个男的当我的老公，只有他那样子的男的才配得上我。老板和大家被突如其来的发言吓到了，那个女的不依不饶地扯着财务走，财务都差点被他扯倒。你快点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我马上就要联系他。财务拍了拍那个女的手，安抚道：好好好，等我工作结束了就马上给你安排。销售总已经人在地上魂在天上，赔钱，赶紧赔钱。说的什么上市大企业的年会，办的还没我老家的流水席好，
分明就是诈骗。几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小老板围着财务吵了起来。我们可是花了钱买门票进来的，但是这环境这菜色，别说5000元了，连500元都不值。小老板们以为可以见见世面，或者认识几个大老板搭桥一下，谁知道人家鸟都不鸟他们，吃也没吃饱，推嚷着要财务退钱给他们。争吵声、咒骂声、嘲笑声充斥着整个会场。不知道是谁没站稳，一手扯住桌布借力，却不想本来就是塑料的一次性桌布，哪里能承受什么力度？整张桌子都被拉扯下来，噼里啪啦，陶瓷汤水飞洒的到处都是。老板被眼前的情况气得说不出话来，直接甩手走人了，全然不顾这年会的死活。销售总也是在欧文集团总监离开的第一时间马上跟着出去，采购经理也不知道和谁打着电话，着急的在沟通着什么。其他的人看举办方都走了，也纷纷打招呼提前离开了，只留下一些爱看热闹的还待着不走。只有财务还在挽留着大家，大喊道：年会还没结束了，你们也太没有礼貌了！大家都去哪里呀？快回来呀！当天的年会立马就被人吐槽到网上去，井号最奇葩年会，井号年会不能停，八卦不能少。西装革履的老板们第一次因为非金融消息登上热搜，网友戏称纯天然无机最奇葩版本年会。公关部立马进行危机公关，却发现找来的摄影师是野鸡摄影，整场的图片不是失焦就是模糊，仅剩几张的高清图清楚拍摄到菜色的猪油渣、破洞的桌布、灰蒙蒙的帘布，简直就是火上加油。公司的形象一夜一落千丈。据酒店总监当晚刷到热搜后，立马给我来电，问我是不是被恶意抹黑。我跟他说，网上拍的是冰山一角，现实看到的要更加奇葩，哈哈哈哈。他很遗憾自己这次没来参加，错过了年度大戏。第二日刚回到公司，总裁办公室里就传来财务哭诉的声音，自己辛辛苦苦举办的年会，大家居然都不捧场，还被网友在网上抹黑，要求老板为他主持公道。闭嘴！老板怒吼道。哇！财务哭得更加大声，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全办公室的人都盯着他，他还毫无悔意地哭喊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说不定就是那个总监自己小气，因为一点小事就很生气。销售总监终于忍不住他的奇葩发言，什么小事令人家那么生气？人家可是我们的大财主，人家就没有小事，都是大事，能让对方直接终止合作的，绝对不是什么小事。财务心虚地咽了咽口水，开口解释道，不就是安排错了他的桌位吗？昨天那个女孩子又怎么回事？销售总监完全不相信他的说辞，继续追问道，完全就是个误会。昨天那个女孩子就是我们邀请过来的表演者之一。财务也知道欧文集团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一旦得罪他们，老板也肯定不会放过他。看财务狡辩，销售总监还想质问他，采购经理却忍不住插进来开口，年会的奖品根本不是我们供应商提供的奖品，供应商提供的奖品呢？供应商惯例借公司年会好好的宣传一波，于是低价给我们公司提供了一批奖品。可昨天来参加年会的供应商工作人员却发现年会的奖品压根不是他们公司所提供的，立马找上了采购经理。采购经理明明在年会前就把奖品移交给财务了，到头来却完全不一样。
销售总和采购经理死死地盯着财务，想把他直接盯出个洞来。两人还没得到财务答复，一位销售部的同事急忙忙地冲进办公室，大声汇报道：已经有好几个重要客户都打电话来终止跟我们公司的协议。采购部也有个同事跑了过来，大批量供应商都打电话来取消合作。这下大家都傻眼了，财务还想倒打一耙，怎么会这样？是不是你们污蔑我，看我不顺眼，故意制造这么多事端出来的？肯定是你们，怎么可能搞砸一个年会，就导致那么多客户和供应商取消合作？肯定是你们平时没有认真工作。老板听到财务的话语，眼神也是望着销售总和采购经理，他可能也觉得就是年会办得差点，怎么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销售总和采购经理这下子真是肠子都没有了，别说悔青，如果不是还有家庭小孩负担，都想直接摔工牌在老板桌上，直接不干了。看吧，刀要割在自己的身上才感觉到痛。现在也有人说你们的工作不给力了吧？他们还想争论，却被老板直接摆了摆手，让他们赶紧滚出去处理这些紧急情况。路过我的座位，销售总对我低声说了句对不起，就赶紧离开去解决问题，只是背影都驼背了几分。不理性的老板就是公司衰败的开始。1周之后，客户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更是将公司的风评踩在谷底。一个女孩子在欧文集团公司门口大吵大闹，说欧文集团总监是她看上的老公，说要进去找她，门口保安不肯放人，就在门口撒泼打滚。这个视频很快就上了热搜，有参加年会的同行认了出来，说她就是当晚纠缠欧文集团总监的女孩，她还喊奇葩年会的财务叫妈妈呢。行业很多人都知道欧文集团终止了跟我们公司的合作，却不知道原因。这下大家以为公司为了合作利用不正当关系，导致欧文集团生厌。有更多人留言道，不是为了挽回合作出卖女儿吧？这种人穷疯了，什么人都敢攀关系。这时也有几个参与年会的同行爆料，参加年会当晚也被其他女孩子纠缠过，直接就想跌倒在自己怀中。供应商也直接在网上公开友情价卖给公司的年会奖品，被人挂在二手网站销售，网上言论直接爆了。这怕不是什么扯皮条公司吧？这算什么上市公司？分明就是上客公司。欧文集团甚至公开发文，永久不和我司合作，更多的合作商终止了合作，供应商纷纷要求支付尾款，公司资金链断裂，公司股票直接跌停的当天，财务拿着一沓资料火速地冲进总裁办公室，一进门就嚷嚷着姐夫要死了，姐夫要死了。原本就烦躁的总裁直接就是一副死人脸，你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就闭嘴。财务被老板怒吼了一句，有些退缩，又看到手中拿着的资料，不是，公司，不想说就滚出去，公司被人起诉了。什么？老板听到，整个人从座椅上弹了起来。财务颤颤巍巍地将手中的资料递了过去，啪！老板看完资料，气得直接把资料砸在财务身上。你是不是没脑子？你干的都是什么好事？公司和财务被起诉了，财务偷拿公章，将公司闲置的问题零件出售给了一家小工厂。小工厂使用后发生机器故障，有人员死亡了。现在对方一直起诉到公司，要求公司承担责任赔偿款项。不仅如此，公司的财务报告涉密资料
被财务让清洁阿姨直接拿去卖废品。谁知清洁阿姨家的儿子在对家公司工作，对家公司借助这批资料，直接举报我们偷税漏税，税务局审查书也送上门了。你不是学财务的吗？你的脑子里面都是水的吧？蠢人一个，公司就是被你搞垮的。老板整个人胸脯都激动得起伏不定，脸上都直接红温了。秘书开门时候，财务就抱着老板的大腿，不停地求情：“姐夫，姐夫，我知道错了，你救救我，救救我！看着我姐的份上，救救我！”看到审查书，老板直接就一脚把他踢开了。员工不知道谁看到，误以为公司要倒闭的，连财务都被处理了。大家开始纷纷提出辞呈，整个公司都瘫痪了。销售总监和采购经理也在暗中观察形势，私底却也开始寻找下家。还没等到春节的到来，就等到了公司要破产。销售总和采购经理也终于提出了离职。提交完之后，采购经理还走过来感叹地对我说道：“公司对你那么差，没想到你居然还能留到最后的一刻，不知道你是愚忠还是笨。”旁边的销售总在一旁讥讽道：“不用说，肯定就是个没脑子的。公司都这样子鬼样了，天王老子来了都救不了。”我的内心也是十分焦虑，想学他们一样提前寻找下家，可是有人叫我安心的待着。现在公司都要破产了，还能待吗？我内心不安的拿起手机又放下，完全不想搭理他们俩。我决定等到下班还没有消息的话，我也得提前跑了。宣布破产消息的下午，聚集团却派人过来了。聚集团这段时间快速出手，低价收购了公司大量股票，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立马发布了新闻发布会，将注资2亿进入公司，稳定了股东和合作商的心。大众舆论也被平稳下来，全体人员被通知全部开集体会议，众人焦急地看着新领导，只有我一脸惊讶。没想到来的竟然是我的熟人，聚酒店总监，难怪他之前老叫我安心的待着。另一个十分惊讶的人，居然是我们老板哦，钱老板。新领导来到会议室中央，先是跟大家打了个招呼，宣布了新集团一些指示，紧接着便发布了人事调令，罢免了财务总监岗位。财务还不知道公司被收购，在会议室大吵大闹：“你凭什么罢免我？这公司可是我姐夫的，做主的也是我姐夫。”新领导也不惯着，直接上去就是一巴掌，狠狠地捏着财务下巴说道：“就凭你出卖公司，违法犯法！”财务还在死鸭子嘴硬：“你别乱说话，我告你诽谤！”看他还在赖皮。新领导旁边像秘书一样的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资料，直接分发给大家看。钱老板看着里面的内容，越看越生气，拿纸的手都在颤抖，冲上前去狠狠地扇打着财务。财务被打得双脸都红肿，嘴角都有血丝流出。销售总监和采购经理怕出人命了，连忙拉扯着钱老板。财务爬着过去，捡起地面的纸张，看里面的内容，疯狂地摇头说道：“不可能，不可能，应该没人知道的，都是污蔑。”这时，门外直接冲进来一个男的，对着还在地上的财务猛踢，嘴里还疯狂地嚷嚷着：“打死你这臭婆娘！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你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搞什么机器零件？现在出事了，赔钱！你赶紧赔钱给我！原来这是出事工厂的厂长呀，难怪那么生气。亲爱的，钱不都是给你了吗？之前你不是赚了一大笔钱吗？财务双手捂住自己的头，
但还是努力地解释道：“什么一大波钱？你以为搞个年会能赚多少？早就没有了。这个破年会还令我被人嘲笑，现在不仅工人出事了，我还被人告了。你赶紧叫你的傻姐夫赔钱和解决问题。”一旁的钱老板真的想当场晕倒。众人没想到年会收回扣的人居然是财务，不拿出钱来，我直接把你们一大一小卖了，反正都是贱货。男人的情绪越说越激动，踢得更狠。保安赶紧上前，一人一只手控制住他，可是嘴巴却还是不停地叫骂着。财务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你怎么被人告了？你生的小贱人，勾搭人家不成？现在人家起诉我们，说我们性骚扰，真的是大小贱人，一点用都没有。呸！生不出儿子的贱玩意儿！”还直接一口口水吐在地上。这个男的算财务的情夫，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搞在一起，不小心怀孕了，男的就失踪了。后来财务独自一人生下女儿。多年过去后，男的开了家小工厂，又机缘巧合地得知财务在大公司担任高层，老板还是亲戚，就动了歪思想，看能不能捞点好处，想方设法地联系回财务。原本财务理都不理他，可耐不住这个男的装深情，又是送名牌衣服、昂贵首饰，又每天接送上下班，又骗财务说到处无故离开，就为了去闯出一片天，给女儿和他更好的生活。现在自己开了公司，是个小老板，就想回来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财务被感动得不行，就和他重归于好。财务可以忍受那个男的对他的辱骂，但是他还是很爱女儿的。你说什么？我的女儿可是非常好的，当初的主意都是你出，年会的钱你说工厂周转不了，我才暗中操作，机器也是你打上主意的，现在出事了你就想找我背锅，我就是死也要带上你。说完就想扑过去撕了那个男的，但是本就被揍得没力气，反而被一脚踹得更远。大家看着两人狗咬狗，终于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财务一手造成的。如果眼神可以刀人，恐怕他早已不在。财务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无声痛苦地流泪。又一次被同样的男人背叛了，哭不了多久，两人就被到来的警察带走了。未来就在监狱里继续相亲相爱吧。现场终于回归安静。第二个人事调令就是罢免现在的总裁，将由我接手公司，这是大家都预想得到的。老板无助的想开口，就被新领导直接打断：“别来打亲情牌，你跟我妈离婚那天起，我爸就死了。”新领导居然是前领导的女儿。众人又吃了个大瓜，钱老板还想再求情，却被一阵铃声打断。他挂断，对面却还在锲而不舍地打。不是死人了，杀人放火的事别现在打电话给我。老爷，夫人带着家里的财物跑了。对方的声音洪亮而又急促，令在场的人都听到十分清楚。什么？夫人一大早带着少爷拉着行李箱离开了。不会的，不会的，没有了，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哈哈哈哈哈！人在最绝望的时候，居然是哈哈大笑。钱老板彻底的废了，也被税务局带走去调查了。第三个调令，新领导笑眯眯地看着我，还离职吗？必须一心一意为公司。我响亮地回应着。销售总和采购经理看到我和新领导关系那么好，又升职了，立马往前凑了过来。你看看，我们之前那么友好，是不是可以继续做同事？新的不如旧的，你看我们之前相处的多么融洽。我白了他们一眼，不是已经提离职了吗？赶紧滚！我们这里容不下你们这两座大庙。立马告知人事，赶紧给他们办理手续。
毕竟我可是要跟着新老板重新好好干的。后记，待事情平息后，我悄咪咪地问了新领导，当初怎么这么快就收到公司的最新消息？他神秘地指了指上面，我抬头往上看，就看到了明晃晃的监控。原来老板娘是学计算机的，公司的监控当时就是她调控的。发现老板出轨也是通过时不时的抽查监控发现的。不得不说，还真是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